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小夏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呀？今天我们聊聊生肖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哦。对呀，我知道我的生肖是……等等，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说，你知道什么是生肖吗？好，那我来说说吧。生肖是中国人用来纪年、记人的一种方式。对，就是我们每年用一个动物代表，这个动物就是生肖。一共有12个动物，大家可能都听过，像鼠、牛、虎、兔。对，还有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有些听众可能不太明白代表是什么意思。哦，对，这个词的意思是用一个东西来表示另一个东西。比如，生肖鼠代表了出生在鼠年的小朋友或大人。对了，大家知道怎么知道自己的生肖吗？我知道，要看你的出生年份。对，比如2020年是鼠年，2021年是牛年，2022年是虎年。那如果我1996年出生，我是什么生肖呢1996年是鼠年哦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年份和生肖是一一对应的。小夏，我听说不同的生肖的人性格都不一样，是真的吗？对，这是一种传统说法，不过大家可以当做参考，别太认真。那你说说，我很想知道。好呀，比如说属鼠的人一般聪明、机灵，但有时候也会有点小心眼。小心眼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小心眼就是容易在小事情上生气或记恨。啊，我明白了。那属牛的人呢？属牛的人通常勤劳、踏实、有耐心，也比较固执。踏实和固执是什么呢？踏实就是做事认真，不马虎；固执就是有自己的想法，很难改变。哦，那属虎的人呢？属虎的人勇敢、开朗，也有时候会冲动。冲动就是不想太多就做事。除了说性格，生肖还有别的用法吗？有呀，像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会挂一些和生肖相关的装饰。对，比如有老鼠的图案就是鼠年的装饰，对吗？对，很多家庭会买或者贴一些生肖的画挂件，希望新的一年顺利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一种祝福。对啊，我们叫它吉祥，意思是希望好运、平安。吉祥这个词听起来很温暖呢。其实12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故事，我喜欢故事，快讲讲。传说很久以前，玉皇大帝想选12种动物来代表一年，他就举办了一场比赛，让动物们去过河。哇，那动物们都参加比赛了。对，第一名是老鼠，它很聪明，骑在牛背上先过了终点，所以排在第一。原来如此，那最后一名呢？最后一名是猪，因为它走得慢还饿了，要吃东西，所以慢慢才到。哈哈，猪真可爱。对呀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生肖的顺序不是随便定的，每个动物都有特点。小夏，我发现家里人有时候会用生肖来聊天。对啊，特别是过年或者家庭聚会的时候。比如怎么聊天呢？像长辈会问你属什么，属鼠的今年运气不错哦。哦，原来问生肖也能当作聊天的话题。对，这样大家很自然就开始聊生活，比如学习、工作或者健康。那小朋友也会用生肖吗？会啊，小朋友会说我属兔，我比你快，或者玩生肖卡片游戏。那在朋友之间呢？朋友之间可以开玩笑，比如说你属猴，真调皮。调皮是什么意思？调皮就是喜欢开玩笑，爱闹，有时候不太听话。哈哈，这样听起来很有趣。是呀，用生肖来聊天，气氛会很轻松。小夏，生肖会不会影响工作呢？
很多人会开玩笑说属牛的人最能干，或者属龙的人很有领导力。领导力是什么呢？领导力就是带领别人做事情的能力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用生肖来形容性格和能力。对，不过不要太认真，这只是聊天的话题，不是真的决定工作表现。麦麦，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吧。好呀。我说一个生肖，你说这个生肖可能的性格特点，好吗？好。第一个，属虎。勇敢、开朗、冲动。太棒了。下一个，属羊。温柔、善良。很好。再来一个，属猴。聪明、调皮、活泼。完全正确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试试哦。小夏，我发现过年时大家都很喜欢讲生肖。对啊，特别是春节，每个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肖。春节是什么呢？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也叫农历新年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春节的时候生肖怎么用呢？比如说，人们会挂生肖装饰，买生肖红包，写生肖春联。红包是什么？红包是红色的袋子，里面放钱，过年送给小朋友或者家人，表示祝福。那生肖还有别的习俗吗？有啊，有些人会选一些吉祥物，比如鼠年的时候买老鼠小摆件儿，希望新的一年聪明顺利。吉祥物是什么？吉祥物就是带来好运和祝福的小物品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生肖不仅是年份，也和生活习惯、文化活动有关。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小朋友学中文时，老师也会用生肖来教学。怎么用呢？比如学数字的时候会说，我今年6岁，我属马。这样小朋友一边学数字，一边学生肖。原来可以这样结合学习啊，很聪明。对，这样记忆更容易，也让课堂更有趣。小夏，我发现有些人会根据生肖安排生活习惯。对啊，比如属鼠的人喜欢整理家里，属牛的人喜欢早起做事情。早起是什么意思呢？早起就是很早起床，不睡懒觉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属虎的人呢？属虎的人喜欢冒险，敢尝试新鲜事物。原来生肖也能用来描述生活方式啊。还有趣的是，旅游的时候也会遇到生肖元素。怎么遇到？像一些景区会有生肖雕塑、生肖纪念品，大家拍照、购买小摆件。小摆件是什么意思？小摆件就是小的装饰物，可以放在家里或者办公桌上。哦，这样旅游也能学生肖文化呢。购物的时候，生肖也常常出现。真的？对，比如过年买礼物，会挑选和对方生肖相关的礼物，表示祝福。哦，这样很有意义呀。对啊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让生活更有趣味。今天我们讲了好多生肖的内容啊。对啊，今天从生肖的基本概念、性格特点、生活应用、文化活动到趣味故事都讲了一遍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也很实用。好啦，今天的 Pony 聊天时间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听，记得多练习中文哦。下期节目我们会讲一个新的主题，继续轻松聊天学中文。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